今天聊一下啥呀？聊一下那个 AEB 吧。AEB 这个东西，我就是好多媒体都在测这个 AEB，大媒体、小媒体都测这个 AEB。AEB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 AEB 太好了是不好的。为什么要聊这个 AEB 的东西啊？我这两天开出了2次 AEB，不知道是我开这个 FSD 这个不会用了还是怎么样，开车生疏了怎么样，反正开出了2次都是倒车 AEB。就是开这个 AEB 啊，它不是说那个就是往前走说碰撞这个，就倒车的时候，说实话，就是离得还挺远的，它一下给你站住了，哎呀，真的吓得那个心慌啊，非常难受。你看这种路就是它走得很慢，就是可能就是防止有人啊或者这样，前面来了个车，这过不去。就是但这种情况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稍微踩点电门，就是给他一个，就是让他走得再快一点。这个你看他，我虽然踩电门，他还想刹车，就是他怕有碰撞的风险，很近。你看那边，感觉就是这么点儿，那个啥，就是我开出这2次 AEB 之后啊，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看这个车突然要出来，他发现的很快很快的。这个，但是这种刚才这些刹车都不是 AEB。它这个是属于这个FSD 的一个刹车呀，这个制动，这个是正常的。它那个 AEB 是怎么样？就是最大全力的那种制动非常非常的难受有很多有个遥遥领先说是要 AEB 兜底，哎呀，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坑爹害人啊，真的太害人了。这个 AEB 为什么我说 AEB 不能太啥的？一是它吓人，再就是 AEB 是啥意思呀？你看他们都做这个 AEB 测试，它怎么测试？前面这个路中间放上一个障碍物，放上不管是放个什么东西，然后测那个多少时速多少，你人开着过来它能刹停。你测这个干啥呀？这不是给傻子看的吗？这不是忽悠傻子的吗？就是 AEB 是啥时候启动啊？就是人在开车的时候，人在开车呀，你眼睛看啥呢？它不是你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是人在开车的时候，人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前面有东西，就跑到80去撞，看看能不能撞，这不是个傻子吗？是不是很傻？就是你明明看到前面，就是 AEB 是干啥的？我跟你说啊，是你比如说那个突然就是刚才那个窄路，你跑个340，突然有个小孩冲出来，鬼探头，这样的话，人可能反应没有车快，这样一个刹停。但是你要在能跑80、100的路上还要启动 AEB， 跑到80还要启动你的 AEB， 人是在干啥的呢？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开车是干啥呢？在这儿是不是很吓人啊？我们去这个金刀峡这个景区啊，全程是52公里，是重庆北碚区一个风景区，他们说非常好。我那个你看他要让那边那个人，我就不让了啊，离这还有点远，就是那边有人在过这个人行道，但是我现在如果让他的话，我就要等到这个下一个红灯了，我就点了一下电门，就是他看到有人在人行道上走，他就想礼让。说到哪里了？说 AEB 啊，AEB 的东西啊，不能太灵敏。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场景，我在最右侧车道走，然后这个车道有车，是吧？或者说我在这个位置走，然后前面这有车，我想从这2个缝隙跑过去，比如说跑到80，跑到90，这样过去，他如果说他很容易启动 AEB， 就是路边停的车吧，我跑得挺快的，但是我想的是就是插过去，但是呢 AEB 可能会启动，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怕你撞前面。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说 AEB 不能太好，不能这样？因为这个时候是人在开车，你人看不见路吗？那前面停了个车你看不见吗？而且你还跑到了80，跑到了100，你还要 AEB 给你刹停，有什么意义？你这个人在这个路上跑到100，人没看路，而且是人开啊，方向盘那怎么办呀？方向盘跑别的地方怎么办？你首先这种场景就极少，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设定。那至于
自动驾驶更不应该开出来开出来 AEB。自动驾驶它本身就能处理这些情况呀，你这过来一个人呀，过来一个车呀，它本身就能处理这些情况，为什么还要 AEB 呢？吓唬你干啥呀？所以说 AEB 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太灵敏。你看他们做那个 AEB 测试，你看那有些车按到40、50能做完，有些车能到80，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绝对没有意义。80的刹停的绝对没意义，肯定是有弊端的，经常会有这种急刹给你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体验。我往前开没有开出过 AEB 来，往后开出2次来，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有数，我往后倒车可能是稍微快了一点，但是我离得很远呀，我离得有2、3米呢，为什么你给我开出一个 AEB 来？还是倒车？所以说 AEB 啊，就是你看他们做那个媒体做那个测试，这个 AEB 就是有的到了50啊，有的到了40，有的80，有的甚至100还给你刹停。哎，刚才咱没走那个路，走那个路让他看看这个避让，这个没走，但对他来说非常简单。你看他们在做这个 AEB 测试 ，AEB 是人开啊，你们要搞明白这一个 ，AEB 是人开，就是人开的时候前面有个障碍啊，人没看着，人闭着眼还在开车，还跑到了80，啊，还做这种测试，太搞笑了。那你说跑个30、40没看到，或者这种情况突然鬼探头，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AEB 是个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太灵敏。包括我那个往后那个，我觉得也可以吧，啊，那个毕竟它是有一点保险，但是还行，毕竟倒车不快嘛，10几20公里，你跑80给你一个急刹呢，你还想超车的时候给你一个急刹呢？高速你想变道去，前面一个大货车，左侧有车，你想从这个空隙穿过去呢，偶尔啊，给你来个 AEB， 我靠，大事故，是吧？那为什么他们这些媒体在做这个咱就不说 FSD 这种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哎，他现在是应该是右侧有车，他往左侧往右侧变道，但是中间路上有个东西，他会不会没管他知道是一个软东西，就是有些东西避让，有些东西不避让，他这个右侧又有一个啥，他刚好变过来了，他不知道变过来了，然后刚好看到了这个锥筒，我还想手动变过来，看他怎么处理，你看过来了。你看他们媒体做这个，说了好几遍这个媒体了，这个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AEB 你看可能40完成，50都完不大成，但是他们还不说这个 FSD 自动驾驶，就说这个特斯拉的 AP， 就每一个车免费带的这个 AP， 就是在这个路上之后，前面放个车也好，放个人也好，FSD 能那个 AP 能怎么样？能120的速度刹停。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开了 AP 就能120都能刹停，而且是缓慢的刹停，没有任何的不舒适的感觉？那为什么不开 AP 的时候，他到了50就是60都刹不停，50还可以？为什么？咱们600米就要去那个右侧变道了，他好像不大想变道，也变了，这个有一点犹豫吧，不大好，体验不是很好。让我的话会早一点这边有车，刚才左侧有车。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你们要搞明白 ，AEB 这个启动是人在开车，那你跑到了100，你跑到了80，前面有没有东西你不知道啊？眼瞎呀，眼睛呢？你开车你要专心呀，是吧？那你开启了辅助驾驶，这个主动权是车在控制。那前面有我什么时候开始避让，什么时候做，是他要做的。所以说他老远就能发现，就能去做一个避让。但是 AEB 不一样啊，那我怎么知道？就是他怎么知道是你故意是离得近一点去变道，还是说你没有看见路去变道啊？那如果我就是想离得近一点去插过去，来个超车呢？你给我触发 AEB 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里边是有安全风险的。
好吧，好吧，后边我不说了。这个 AEB 反正是它不是一个好东西，知道吧？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太过分了，它不是一个好东西。